为中国最大的淡水湖，鄱阳湖曾一年出鱼6000万斤。如今长江10年禁渔已过去了3年，里面最大的鱼有多大呢？葛洲坝的建设致使白鲟走向了绝路。如今预计投资139亿元修建了鄱阳湖大坝，会对鄱阳湖的生态环境造成影响吗？有没有可能长江江豚也会因此走向灭绝？大家好，欢迎来到星球热点。国家大事从不缺席，舆论场中抽丝剥茧，聚焦独家中国资讯。点赞加关注，带你用不一样的视角读懂中国故事。鄱阳湖位于江西北部，是长江流域重要的吞吐型季节性湖泊。湖泊面积随水深而变换，当水位只有12米时，仅有526平方公里；当水位达20米时，足足有3150平方公里。一般来说，鄱阳湖的水深平均在15米左右。如此深的水位加上巨大的面积，还容纳了赣江、信江、饶河、抚河、修水等5大水系，使得鄱阳湖成为了鱼类的天堂。但想要知道里面最大的鱼有多大，就得先知道里面有多少种鱼。根据数据统计，鄱阳湖现有淡水鱼类多达203种，其中有16种是江湖洄游性鱼类。也就是说，如果建设鄱阳湖大坝，必将影响它们自由洄游，严重威胁生存空间。长江10年禁渔之前，鄱阳湖每年的捕捞量约为2.5万吨，高产年份可突破3万吨，也就是6000万斤。而捕捞上来的鱼大小不一，小的不到几两，10几斤大的也非常常见。比如2017年就捕捞上了一大群体重超过50斤的大鲢鳙。根据当地老渔民所述，鄱阳湖的渔业在禁渔之前就已经枯竭了。20多年前，他们经常捕获到80斤的超级大鲤鱼，偶尔还能抓到100斤左右的大青鱼。但鄱阳湖发现有记录最大的鱼，当属体长2米、体重120多斤的大杆鱼。白鲟的灭绝引发了长江为期10年的禁渔。作为中国第一大湖，鄱阳湖自然也要实行禁渔。如今3年过去了，生态明显得到改善。鄱阳湖附近的居民经常可以看到成群结队的鱼群游来游去，甚至还发现了10几斤的大鱼。禁渔后，发现最大的鱼当属研究人员捕获重13.5斤的2级保护动物胭脂鱼，这还是中国有记录发现的最大个体胭脂鱼。实际上，鄱阳湖中最大的鱼远远不止10几斤，里面还生活着长江鱼王中华鲟。这可是能长到1000斤以上的超级大物。只不过随着葛洲坝的建设，中华鲟洄游产卵受阻，野生的中华鲟已经岌岌可危。2014年就仅剩57尾。虽然在80年代就可以人工繁育，但野生的中华鲟目前还是极危保护动物。鄱阳湖近10几年来发现最大的中华鲟也才1米3长，27斤重，相比于长江中发现的几百斤，只能说小得可怜。除了中华鲟之外，鄱阳湖还生存着号称水中大熊猫的长江旗舰物种白鳍豚。上个世纪80年代，白鳍豚大约还有400头。2004年之后，白鳍豚已经没有了踪迹，并于2007年被宣告功能性灭绝。2018年11月14日，世界自然保护联盟濒危物种红色名录更新发布，暂未确认白鳍豚灭绝，保持原定评级极危。但直到小编截稿，从2004年后，人类再也没有发现过它们的踪迹，离最终灭绝或许也只是时间上的问题。相比于已经灭绝的白鲟、白鳍豚，江豚是幸运的。今年2月在鄱阳湖监测到的长江江豚已经增加到1000余头，经常有人看到它们3、5成群跃出水面捕食，可以说长江10年禁渔已初见成效。然而，预计投资139亿元的鄱阳湖大坝已经纳入拟开工的重大水利工程。如果一旦建设，鄱阳湖里的几百只江豚是否也会像白鲟一样走向灭绝呢？长江10年禁渔，不到3年就初见成效。曾经罕见的江豚，如今也3、5成群跃出水面，令人十分赏心悦目。鄱阳湖生态在取得如此重大成就的同时，也传出将建设大型水利枢纽工程。该工程计划建设在庐山东路，也就是鄱阳湖汇入长江的狭窄水道处，由64孔泄水闸、3线1级船闸、
鱼道和连接挡水建筑物组成，总长2993.6米，总投资预计139亿元。建成后可蓄水200多亿立方米，不仅能有效保护鄱阳湖生态，还能解决枯水期的用水、航运问题，同时还将发电10亿度。然而，鄱阳湖大坝所引发的环境、移民、防洪等诸多问题，导致从大坝开始筹建的那一刻起，就伴随着建坝之争。有人认为建坝的目的就是保护生态，但也有人认为保护生态就应该尊重自然。环保人士认为，如果决议建设大坝，那么鄱阳湖的生态系统会受到进一步的威胁，并断言河湖是相辅相成的。三峡大坝已经截留了长江中下游的水，新建鄱阳湖大坝意味着长江生态将被进一步破坏。冬季蓄水意味着候鸟栖息的消失，进而威胁白鹳、黑鹳等一大批珍贵候鸟的生存空间。原本相连的江湖被大坝隔开后，会阻止鄱阳湖中16种江湖洄游鱼类的自由洄游。尽管设计有鱼道，但对鱼类来说不一定管用，甚至有可能走上白鲟灭绝的道路。除此之外，鄱阳湖中还生存有1000余只江豚，一旦建闸，对江豚的生存是否存在威胁也尚未清楚。到底是保护还是破坏，暂时还没有标准答案。虽然大坝的建设还在规划中，但好在中国为了保护江豚，已经做出了多重举措。2月13日至15日，江西在鄱阳湖松门山水域开展长江江豚迁地保护行动，成功将2头长江江豚从鄱阳湖松门山水域安全捕捞，迁至湖口南北港暂养基地。此次长江江豚迁地保护行动是对鄱阳湖长江江豚的第5次外迁，计划安全捕捞8头长江江豚，迁往湖北、安徽和江西湖口，进行种质资源交流，促进长江流域现有迁地群体结构优化，丰富遗产多样性。捕捞上来的长江江豚共21头。经过体检筛选后，挑选了2头均为雄性，年龄在5岁左右的长江江豚进行迁地保护，其余的19头长江江豚立即放归鄱阳湖松门山水域，剩余长江江豚迁地保护目标将在年内择机完成。在这次长江江豚迁地保护过程中，安全捕捞的长江江豚21头中有6头雌性江豚，这些雌性长江江豚除1头是1岁左右的幼豚之外，其余5头雌性江豚全部有孕在身，身体也很健康。江西省渔政局副局长詹淑平表示，鄱阳湖松门山水域的江豚成年豚的受孕率是非常高的，几乎是100%，表明那块区域是非常适宜长江江豚的栖息繁殖。2022年，江西遭遇历史极值干旱，鄱阳湖刷新最低水位记录，松门山南部沙坑中大量长江江豚被围困。为降低可能出现的系统性风险，江西省农业农村厅组织实施了6次应急驱赶和捕捞工作，将111头受困长江江豚迁移至航道深水区。本次行动采用逐步分割包围的方法，将长江江豚分开成小群体，分别进行包围，逐步缩小包围圈，再用起水网将长江江豚拖出水面，用担架将其抬至体检点。经体检后的长江江豚进行初步判断，若可直接释放的个体将被直接运送至释放地点释放，若经评估后认为不适宜直接释放，则需要将其转运至暂养网箱中做进一步观察和评估。江西农业农村部门表示，此次开展迁地保护行动有利于促进长江流域现有迁地群体结构优化，支持长江江豚迁地群体良性发展。此外，通过一定的捕捞活动，也可驱赶坑内江豚往深水区活动，进而降低江豚滞留在沙坑内产生的饵料不足、搁浅等风险。至2021年1月1日起，长江流域一江两湖七河等重点水域正式开始为期10年的全面禁捕。2年来，通过补偿补助、转产安置等措施，11.1万艘渔船拆解，23.1万渔民退捕上岸。曾经在江阴长江捕捞的渔民们，在2019年底全部转产。他们当中甚至有不少人自发组建起了专职护渔队，从捕鱼人转为护渔人，禁止渔业违法行为，及时报告或救护受伤的水生野生保护动物等。鄱阳湖是长江江豚最重要的栖息地，目前该水域的长江江豚数量接近长江流域全部江豚种群的1半。通过以上的这些数据，我们可以得知，
长江江豚目前被保护得很好，不存在灭绝的可能，但是否要修建鄱阳湖大坝，还有待进一步考证。好了，今天的内容到这里就结束了。大家觉得大坝要不要修，该不该修？欢迎在下方留言分享你的看法。最后，如果你喜欢小编的影片，还请大家多多点赞转发，让更多的人一起见证中国进步。关注我的频道，这样既能回顾往期视频，又不会错过之后的精彩内容。那我们下期节目不见不散。